修仙得道，腾云驾雾，你们是不是觉得很惊奇？传说中的修仙之人真的有吗？没错，今天我们就要去探访一位修仙得道的高人，他住在800米高的山巅之上。现在就让我们上山一探究竟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兰，祝大家朝朝有愿，岁岁安兰。现在我来到了湖南大山的一座山的山脚下，在这座山的山顶上，有一位60多岁的爷爷独自居住在山顶上，而且听当地村民说，这位爷爷已经在山顶上居住很久了，而且他还盖了新房子。那么我就非常的好奇了，他为什么要独自居住在山顶上？而且他又是怎么把建新房子的材料运到山顶上呢？好了，现在我们就沿着我身后这条羊肠小道一起走进大山的，问一问这位爷爷吧。嗨，大家好。今天我们准备去山顶上去拜访一位60多岁的大叔。这位大叔啊，他一个人独自生活在山顶上，居住了有接近8年左右。听山脚下的这些村民跟我说呀，这位大叔住在山顶上，他是独自一人，而且呢，上面的房子啊，它是新修的，材料都是通过我们镜头前面的这条羊肠小道一直走上去的，所以我们现在啊，就准备沿着这条羊肠小道一路走上去。我们非常的好奇，它的这个建筑材料是怎么运上去的。目前我们走到这一节路，看上去都是一条羊肠小道，莫非上面还有更宽的路，或者是其他的路可以走上去吗？村民跟我们讲呢，山顶上的这位大叔的建筑材料啊，以前是说用马驮上去，觉得就是很奇怪，第一次听说。我们镜头的前面看上去是一条比较古老的青石板路，所以以前啊，这个位置啊，应该是一个古村落，在山顶上啊，要么就有驿站，要么就有有钱人居住在上面。它这里有这么好走的青石板路，可能以前啊，它这里过往的人啊，可能还不少。听，这里还有淅沥淅沥的山泉水的声音。这里以前应该也会有这种溪水流下来，但是上面应该是已经结了一点冰了，或者是干枯了吧？因为现在很久时间没有下雨了，到明年3、4月份的雨季，在这里边的水啊就会非常多。现在我们走到大山这条青石板路上，这个漏水啊很重，一路上去两侧啊都是湿哒哒的。它这里现在还开了一些雏菊，还有蜜蜂在这里采蜜。这条路还算是比较好走，不是特别的。它这条青石板路啊，铺的还是比较规则。在这里我们还可以隐约的听到一些鸟的鸣叫声，非常的清脆。因为现在艳阳高照啊，所以鸟儿啊，它们也不需要过冬啊，它们可以利用这么好的天气啊，出来吃橙子啊。它这个属于一个原始森林的形式。它这座山在山顶上呢，修建了风力发电站。
它这里的青石板都是一路铺过来的。沿路走上去，它就是一条羊肠小道，依着山的最外侧修的这么一条路。这条路啊，我个人预测啊，应该有100-200年的历史。在以前，尤其是兵荒马乱的那个年代，很多人会住在山上，因为走大路，要么就是官道，要么就是很容易被人拦路抢劫、伤匪啊什么的。只有住在这里面，相对来说会安全一点。刚刚这里的落叶非常厚了，因为到了冬季以后啊，绿色植物要么成熟了，要么就开始凋零了、凋谢了。这条路呢，非常适合一些驴友或爬山、登山的爱好者上来，因为这个路啊还是比较好走的，而且也不是特别的险峻，因为两侧啊它都有植被，就算是一不小心滑倒了、摔倒了也不至于掉到这个山谷下面。山谷下面跟山的垂直落差有200-300米这样的一个高度。哎呀，有点累了。我们走得太急了，慢慢走吧。看对面这个红色的果子还是花呀？这好像是已经炸开了的果子。这个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植物，叫不出名字来，因为在大山里面，这种野花野果也很多都是叫不出名字，还有一些可以作为药材，甚至是名贵的中药材，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在中国古人的眼里，好吃和没有毒的就是食物，有点毒的还有不好吃的就可以作为中药材了。好的，对了。走到这个落叶上面，刷刷刷的声音。我们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白色的山茶花。不知道现在的蜜蜂还能不能在这个山茶花上面采到多少蜜？安南，到底是什么样的花，蜜蜂采过来的蜜更好吃？有了解过吗？没怎么了解过，但是我知道世界上最香的花是什么样子。就是它的名字叫十里香，但是它长得并不好看，就只有这么大一点点大。而且它的颜色也不鲜艳，但是它的香味非常的浓郁。那是不是要是蜜蜂采到这样的花朵，是不是它的蜜也格外的香甜？可能吧，因为我看到的这种知识，实际上就是只是在书里看到，并没有真实的见到过。它这个植物它是分布在哪里呢？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中国还有其他的地方应该都有分布吧。所以这里就有一大片一大片的竹子了。这些竹子呢，要是遇到雨雪天气啊、大风天气啊，很容易它就会吹倒。然后要是下雪下大的话，也很容易被压倒。这个地方啊，
也就是我眼前这条路啊，真要是下大雨下雪的时候啊，勉勉强强可以走，当然要非常注意，因为虽然我们现在这一节看到一直有这种青石板，而且我们这个右手边我刚刚说过，它是因为有很多这种野树啊、竹子啊、野草啊，把这个地方完全遮挡住了，我们不能够肉眼直接看到山底。要是没有这些树木杂草的话，这样看下去是很惊险的，因为我这条路它的侧面离这个悬崖直线距离不超过30公分，非常非常窄。所以人呐，为什么是在一些险要的地方，它都要修建一个围栏，就是在人的心里面就会降低人的恐惧感。在这种地方格外的秘静，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因为我们已经走到这个山顶上以后啊，爸爸以前好像有看过这样的一篇文章，就是风力发电机它的噪音太大，然后呢，它会改变一些磁场，它的风声啊，会惊吓一些鸟类啊，还有一些野生的动物啊，比如野猪啊、兔子啊，像有些植物啊，它可能经过风力发电以后啊，它会改变一些主相啊，好多影响。所以很多国家还有地区，他们慢慢的都不用风力发电在山上，他们更多的就是只是在海边呢去做风力发电站。在大山里啊，风力发电站它必须要建在山顶上，才会保证有足够的风力。但是在平原地带，风力发电站是没有任何作用。但是建在高山顶上，风力发电站可能对山的周围呀，还有山下面呢，甚至是山中央的一些住的人呐，给他们就会带来很多的困扰。具体会是什么样？我们希望待会儿走到山顶上的时候啊，能够碰到山顶上这位60岁左右的这位大叔，我们看看能不能从他口中了解到更多的关于这个山上面的一些情况。没错，大家知道为什么风力发电站上面的风车大多数都是3片叶子吗？因为这样它有很牢固的稳定性，可以更省电，而且它也不需要太多的成本。而做4片、5片、6片的话，它可能就是稳定性不高，容易耗时成本。所以大家一般来看的那种大型风车，一般都是3片叶子的。不错，所以知识面扩展的越来越多是最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刚刚一路走过来，这个道路两侧啊，清理的非常干净，不知道是不是山上这位大叔清理的。正常应该可能是他，或者是上下山登山的一些驴友爱好者们，可能顺手也清理了，这是我个人猜测了。待会儿我们上去看一看。这条路啊，走的人看起来非常非常多，因为整条路上走得非常的光滑了，很多路面，所以可能人多了以后啊，这些杂草也不容易生长起来。以前有句俗语嘛，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变成了一条路。看，在这个地方到处都是那种连根拔起倒塌的这种竹子，可能是以前下雪啊，雪太重了，把竹子压断了，所以下雪天不适合爬山啊，尤其是到那种有很多竹林的那种大山里面爬。你看，我们走的这条路面非常非常窄，只够1个人通行，然后旁边就是悬崖了，
要不是这么多竹子生长在这里做遮挡的话，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再看前面的风景，会一览无余。而且上面的房子现在看上去就已经是变得很小了，再往上走，可能再看下面的这些房子啊，这些小山包吧，就真的像蚂蚁一样，就像一个点点一样了。那么我可以想象，在山顶上，我们俯望着这个山谷下面，就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像花一样的房子坠落在绿色的田地上面，那肯定非常的好看。现在这条路上面就已经没有石头了，这里应该是人工诚心挖的一条路面，是沿着这边的山体。那么这节路呢，要是下雨啊、下雪天啊，就会泥泞不堪，不穿雨靴的话根本没办法走。不知道这位住在山上的这位大叔啊，他的一日三餐呐，还有柴米油盐呐、生活用品啊、洗漱用品啊、个人用品啊，是怎么样解决的？然后他是1个月下一次山呢，还是1个星期下一次山，还是有捐人的帮他带上去，或者是他会经常的下到山里面来购买。我们现在走到这个位置啊，以前这里应该是有人居住。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片呢，比较开阔，而且它这个地面呢比较平整，所以这里应该是人为做了一个开垦，要么就是作为菜地，要么就是牧场，坐在上面。只不过可能这个地方啊，荒芜废弃了以后啊，就被这些竹子啊给占领了。因为竹子啊是特别容易生长，而且特别繁殖的一个草本。到处都是竹子，因为竹子它们的根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一大片竹林，有可能它们就只有2、3根根。然后呢，如果你们在春天看到了地下冒出来的那种竹笋的话，那么它就是竹子在繁衍的时候，如果这里是一棵竹笋，那它的根就会连着这个竹笋一起给竹笋提供营养。所以竹子它长得非常的快，而且竹子里面是空心的，不像那种普通的树木里面是有心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种非常高大挺拔的竹子。站在这个上面，再看到天上，要是晚上有星星，或者这个时候啊万里无云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好看。尤其是到了夏天，当在这个位置啊，就会很阴凉，就不会那么燥热了。这个坡还比较陡，刚刚差一点就没爬上来。所以这条路要想说搞辆自行车，那是不可能的。摩托车其他就想都不用想了。哎，看看，我们又看到什么了？在树上啊，绑有横布，就意味着这个地方啊，经常有人行走，有人在这里做标记。尤其是去一些陌生的地方，或者是迷了路啊，你要是看到树上绑着绳子，最好的方式就是跟着这个绳子走，不管走哪边都可以。好，刚刚站在这个位置啊，我们稍微休息了20分钟，现在整装待发。离山顶上大概还有接近1000米的距离吧。我们现在继续沿着这个盘山的林间小道、羊肠小道继续往上走。我们到这个地方来了，安全性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这里
山脚下就是村民，但是在这里呢，有一个不文明的现象，就是我们沿路啊，看到有很多这样登山爱好者，还有一些驴友，他们把他们喝过水的瓶子，还有零食袋啊，就沿路丢弃到路边了，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其实像易拉罐呐、瓶子啊，这些都是可以二次利用的，而且还可以卖钱的，完全没有理由把它随手扔掉。何况你已经把水喝掉了，饮料喝掉了，放在身上，基本上是像头发丝这么样的轻便。沿路都是废弃的这种瓶子，这个习惯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改善一下。在这个山上面来，千万不要带火种上来，因为全部是枯枝易燃的一些树木。看，走到这里，全部是这种大块的青石板了。站在这个位置，我们还能够听到山脚下的狗的叫声，因为在这个山上面太安静了，可能一个绣花针掉到这个石头上都有可能听得到，可能有点夸张了。山底下的村民告诉我们，就是山顶上就只有一位60多岁的爷爷住在山上，没有朋友，没有家人跟他一起住，就是他一个人。不知道他是什么动机或者什么想法，要独自生活在这个山上。关键他的房子是建在山顶上还有一点点距离的位置，都还不是山尖上。山尖上肯定应该是没法待。第一，有风力发电站；第二，阳光、雨雪非常的不便利，也没办法做开垦。再一个呢，就是水源也是一个大问题。竹子的话，它是一旦成活下来，它就会漫山遍野的生长开来。但是只要有几棵竹子死亡了，那么可能一大片一大片的竹子都会枯萎。因为竹子它也会生病嘛。任何一个植物、动物，还有人类，它生完病以后，都会对身体、对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嘛。而且别的植物啊，它们开花都是为了繁衍后代，但是竹子开花，那就代表它马上就要死亡了。因为竹子它们的根都是连在一起的，不需要用种子来传宗后代。所以当你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竹子都在开那种细小细小的那种花的话，那就说明这些竹子即将死亡了。是的。在这个地方，它这里都有非常非常多枯萎的这种松针，它这旁边沿路全都是这种杉树、松树，到处都有，所以地上不建议穿那种洞洞鞋或者是其他那种比较软的鞋上山，会被扎到。是的。而且那种森林火灾呀，都是因为这种干枯的树枝啊、树叶还有树干，因为一般都会发生在夏天还有秋天，因为那时候太阳它的那种温度非常的高，非常毒辣，然后它们这些树林里面的又很干燥，于是长时间照射就会引发森林的自然火灾。但是还是不建议大家带来打火机啊、火柴啊之类的易燃的东西过来。我们现在看到一样东西了，这里有电线所以这里一直通到山顶上。它这上面也有一根电线，它这里是接了2根电线。
看，它是接了2根电线，这是一根粗的电线。这个应该是电线，然后这下面的应该是水管吧？应该是。不是，都是一样，都是电线。它接了2根电线。这第一个应该是比较旧一点点的。这个更粗，可能是它上面用了热水器或者是其他的，或者大公寓的电器在上面，不排除。所以它这个山顶上的电是走这种线的形式一路拖上来的。那么它这个线拖上来，差不多也有2公里长的这个线拖上来，最少是2公里长，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因为它这个上面呢走电线杆是不现实的了，非常危险，也没有电业局的人呢、电力局的人呢跟他来走，因为都是悬崖峭壁，而且周边呢也不好走，线拉上来了也非常不方便，所以用这种直接这种线缆的形式拖上来啊，就会轻便很多，就会方便很多，好吧？看样子我们离山顶上不远了，可能再走个500米左右就能到了。因为我们能够肉眼看得到电线的话，它就离他的房子不远了。正常情况下，我们以前说过，你沿着电线杆走是不会迷路的。但是有些地方它可能不布电线杆，它是走线的形式，把线放在地上，或者是放在树边上，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些都是人为的，或多或少里面住的有人呐，或者做的有养殖业呀，都有可能。我们眼前这一棵是木子树，它都没怎么结木子，看到了吗？因为全部被竹子包围了，所以它很难开发结果。但是它这里，它的那种茎非常的粗壮吧？这个木子树都有50年以上了，尤其是这种野生的，在山里面的这些木子树，有这么大的树干的话，都有50年以上，甚至还有100多年的，因为木子树很难长大。就像那个桂花树一样，要是这个树干呐，一个人都抱不住的时候，那个桂花树最少都有200年。有些树木长得特别快，有些树木生长周期非常长，像金丝楠木也是一个生长周期特别长的一个树种。越是难生长的树木，它的密度树干会非常大，适合做坚硬的一些工具想起这个巨大的树，我就想起巨杉这种植物，它非常的大，要5个人可能都抱不住。那么它为什么可以生长这么久呢？它因为它的树皮最短的都有8米这么厚，而且它体内的水分比较高，不容易着火，树脂呢也比较少，而且它会引发着火，让其他的在它旁边生长的树木都烧毁。大家都知道草木灰是一种天然的肥料，等这些植物都烧成草木灰之后，它那种火的高温就会引发巨杉树顶上的那种它的果实里面的种子就会崩开来，然后落在草木灰的里面，这样它就可以繁衍自己的后代。所以巨杉它这个名字就是这么由来的。这是另外一棵树木的种类，对不对？是的。看，这里也是别人随意丢弃的这种喝过的饮料瓶子，它这个是分解不了的，但是可以肥素利用起来。一个塑料瓶至少要1000多年才可以分解。它这条路都是人工重新做了一些点修整，都快塌下去了。要是下雨天的话，会非常的溜滑，而且普通的鞋子是一脚泥。哇，我的天！
这坡是越来越难爬了。它这个可能就会坡更陡一点至少都有50度的样子吧。嗯，这个坡度50度差不多。旁边都是这种细轴子，这就是走在轴海里面了。上次我就是在这种竹子上面看到它开花的。啊，这种小轴子是不是？是的，也就是大熊猫非常喜欢吃的箭竹。如果要是雨季、下雪天到这个地方来，再看山脚下，可能又是别样的风景了。这个就是树袋草了，这里这是树袋草。这树袋草树袋草。它这里它长得非常的密集，所以我们可以在那种古书院啊，还有其他那种小区楼房底下都可以看到它。它是可以做中药材吗？不可以。那是什么用呢？比较有观赏性吧。我们小区下面也有这种，它开花的样子还是挺好看的，白色的小小的，有紫色的。好吧。隐约可以看到有阳光了，快冲快冲！应该是到了，就在眼前了。到了。好的，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居然还有太阳能热水器。看样子上这位大叔过的日子还算不错嘞。但是这里完全不通路，这些东西要搞上来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哇，这个房子上面做的真好。你好。哎呀，爷爷您好。在上面来玩今天天气特别好出来玩一下。你这里晒太阳你一个人住就一个人住，自己种了点菜了。你把被子晒一下。你这房子建了多久这看样子像是新修的一样。这几年修的还修得不错你这里还有其他路可以上来吗？再往上去就是一条路了。你这个地方以前就是一个屋场吗？这么大的面积？以前这里是个庙那庙都完全没有看到任何遗迹了嘞。全部拆完了。那你一个人就在这上面安静不想别人打扰嘞。那你没有路的话，你这些东西怎么上来哟？我看你看又是砖又是瓦的，还有太阳能什么的，还有这么多这种不锈钢用马驮上来完了这个马。那你马驮上来也不简单那你不要走好多趟修了几个月那个马，说实话，我人走上来都累，马走上来不也更累马它得惯它好一点它这个马。哇，你这个位置是真的好，这个阳光照射还挺好的，一年四季阳光都还比较充足。那我们上来有没有打扰你了？你贵姓姓朱。你这里还做了防盗舱这里难道来的人很多吗？非常热门的一条旅游路线。小孩子有没有上来过也有小孩子上来，家长带过来旅游了。难怪我们也可以沿路看到那些刷屏之类的。你这里应该是做过修整的，要不然竹子可能都长到这个草坪上面来了。是的，竹子长起来很快的。好香。电线也是你自己拉的吗？
那你这里等于是全部靠你自己自轴一个人搞上来了。啊，在这个位置，要是闲下心来，这个地方的确是一个好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就是图一个安静，图一个舒适，修身养性是一个非常绝佳的地方。以前这个山上还有其他人住吗？还是说只有这一座庙？哦，就是你这个位置，只要走10分钟，还有一个安了。啊。啊，也是在那个时期拆掉了。等于这里以前是不住人，只不过就是说，山下的人呢，就是以前老一辈的人呢，跑到这山上面来进香了，拜佛了。以前这里是属于道教还是佛教还是什么？属于佛教。吃过午饭了不？现在差不多中午时间了。啊，已经吃过了。我的蜜蜂。你真的是勤劳哎！你这里晒了这么多东西出来。你这里种了些什么？全部是种的青菜了。啊。哇，你这个就相当于就是一个单间平房。那你修这个房子是不是要花费很多钱呢？啊，就运费贵。材料这块呢？就是可能就人工贵，然后运输费贵，因为都是山底下要请人请马。那你这样算下来，差不多花了15万不？15万修不起来呀，这个房子。哇，你这个房子15万都修不起来呀！哇，那你差不多那有30万。哇呀，好，看不出来耶，真的看不出来，真的是山底和山脚下完全没办法做比较。那你真的舍得投资啊？你这个你投资30万就在这上面。你在这里可能就是修身养性了。这里上面写的修道士。那你这里肯定是要修仙。哎呀，那就祝你早点得道成仙啦。上去还可以是走到山顶吗？像现在我走过来的这个路有这么好走吗？还是说更难走了？越来越不好走了是吧？山下这条路全部是你专门请人帮你重新修缮了一下，因为你这个山下是你经常要走动的了，上面你也去的少了。那我就不上去了，我待会儿上去走一节看看吧。上面有网络吗？有，这上面都还有手机网啊。就是网络有时候时有时无了。有一段时间信号比较弱，有一段时间信号比较好。对于你这种修道成仙的这样的人家的话，可能就是有不有网，可能问题都不大了。你也是网购。网购完以后
买到就放到山脚下，然后他们会给你送上来吗？还是你自己去拿？啊，他们还给你送到山上来呀？啊，送到山底下。我说现在还有这么好的服务，给你送到山上来了。哈哈哈哈！对对对，有钱就好办了。我以为就是你经常会去山下去购物啊，或者干嘛嘞？一个月去下一次山呢？啊，一个星期一次。哦，那你的体力很好哎。啊，我这样上来爬起来，我爬了1个多小时，接近2个小时，路还这么好走。那你上来估计更快了，就是因为你这里是轻车熟路了，1个小时吧。啊，那就是走平路，就是什么都不带，只要30多分钟就能走上来啊。哇，那你的身体不是一般的好啊。那就真的是按照我们影视剧的说法，叫什么身轻如燕了。你这上面的有水吗？我没看到山泉水啊。是啊，因为我这一路走上来没看到水，所以你住的这上面难道是喝自来水还是喝山泉水了？啊，喝的山泉水。如果你一个人可能应该是够吧，一个人应该够了。如果住了几个人肯定不现实。啊，住几户人家都还行吗？有这么大的水源呐？啊，水还这么丰富啊？看不出来啊，这个地方。我们只看到从那种山，刚刚从山脚下看到。啊，山脚下的山泉水很大，但是走到半山腰就一直没看到有水源了。山底下的好大的水。啊。烧木材，然后电热水器。那住在这个地方，其实说实话还是不错的。等我完成任务了，哪天也是可以到这样的地方来生活嘞。哎，这地方是真可以，因为住在一个地方太阴暗的地方也不行。朝向是怎么朝的？我看看。吹北风。啊。冬天冷，夏天呢？夏天就不热了，那就是个绝佳的好地方嘛。啊，这里又通了电，又可以开，这里这么大一个地方，种点菜没问题。然后水喝点山泉水，网还是有点网，那什么都不缺。路呢，只不过就是一条这种山间路，但整体还好走，其他的也还好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离现在的生活也没有脱离了。我就带着我女儿到处走一走，今天周末，带她来爬山了。又天气，因为再过段时间就要下雪了。你这里下雪吗？平常到冬天这里下雪。因为我看到这个风力发电会不会有影响呢？对这个天气？啊？有很大影响啊。啊，引起干旱。啊。啊，就是这个风力发电站对整个周边的这个雨水啊都有很大的影响了。啊，噪音也特别大。啊，你看看现在我们都听不到噪音，应该是没转吧？啊，如果要是起很大的风，那噪音是不是特别响？嗯，那你怎么睡呀？那个是声音好大。睡不着啊，会。啊，把门关起来，声音就弱很多了。隔音。这个风力发电站搞了多久了？啊，有3年了。
它这个风力发电站搞上去，其实这个工程量也还蛮大的。一般你都是在家里面，在房子里面就是感悟了。今天是刚好我们运气好了，那就是我们的运气好，闭关修炼。就是跟外界彻底断绝关系。那你一般闭关多长时间？闭关18年了，我天，18年那就是，那都相当于两个年代了嘞。那你的毅力不是一般的好，那是，你的意志力是真的好，一般人谁能够坚持18年了，坚持不下来。对的，一个月就待不住。那你比那帮在佛教里面上班，在道教里面上班的人都还要好哎，你的意志力比他们都还要好。是的。坚持10年以上的多少？哎呦，你那里还接了太阳板呐？那你这里就是完全跟山下过的那种现代化生活是全部接上，只不过是说你住在这山顶上，就是人呐，可能就是对你个人的性情啊、修养啊、身心啊，还等等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了。好，是的，上来真的是气喘吁吁爬上来的。对于你来说，可能就是身轻如燕。打扰你了，那个朱叔叔，打扰你了。好，我们走到上面去，上面再看看。你看那个爷爷上面那里还搞了水塔。它就是放山泉水的。刚刚跟这位朱叔叔聊过，他应该是一个人在这上面修仙的。他可能是想这么说，就是每个人他的性情以及他的身世尤其是一些看破红尘的人他们不愿意再提世俗间的生活，所以呢，他就会逃离红尘，一个人生活在这个山顶上。这里呢，都还有这个水管，那么这个水管应该是牵到那个水塔里面去，应该也是这位朱叔叔从前面引的山泉水引过来的。那么他一个人住在这山上面刚刚说了，他差不多1个星期上下一次山，所以他的身体体质肯定不差。你看，这里都还有这种以前老房子这种时候搭建的地基，说明以前这里可能也有人居住。这里应该是有人居住，要么就是这个寺庙的另外一侧，就是守寺庙的人住在这个山上面，或者是以前这上面有个古村落。因为这个石头累积的非常有规则，它不是杂乱的石头。这边已经密密麻麻的长满了这些小竹子。好，我们现在走在这个山间的这个林荫小道里面，你看这个完全是竹子，竹海了。走在这里面，感觉身心都得到升华了。走到这个位置，就有2条路了，一个是左手边，右手边这里也有一条路。右手这边这条路呢，应该是下去的一条路，而且看看这个朱叔叔他牵的管子，看到吗？那么牵这个下面这个水管都是铁的，是一项比较大的工程，他应该也是专门请人帮他牵的。可以听到小鸟叽叽喳喳的响。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就听到了山泉水了，听到了吗？听到了，非常响彻的山泉水。所以刚刚朱叔叔住的那个位置，他那里是不会有水的。那么它的水源全部是从
我前方这个山谷里面，通过这个水管一直引到它的那个水塔里面，就能够保证它一年四季都有水。我们现在继续沿着这个林荫小道往前再走个100米，看看吧。这个路面的宽度只能够容纳1个人走了。上面落了好厚一层这种树叶，非常的生软。要是下雨天走到这个地方来，就会摔下去了。当然了，有这些竹子做缓撑，不会有生命危险。只不过是佩服架这些水管的人，他们要走到这下面去，而且是一个斜坡，非常的不好走，危险性很大啊。我们走到这个位置，就是一片比较开阔的地带。站在这里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分车了。我们站在这个地方，离山顶上的距离都接近还有100米高。哎呀，好累啊！好，我们走到这个位置，简单看一下，我们就下山吧。哎呀，回去的时候要补充能量啊。好，看到没有？这位朱叔叔，这位朱爷爷，他的水管就是接在这里的，看到没有？哇！有雨季的时候，这个山泉水就从这上面冲刷而下，然后就一直流淌在这里位置来，那就形成瀑布了。然后这里溢出来的话，也会一直流在下面。是的。但是现在已经干枯了，就只有一点点小潭水。它这个地方都已经抻插出一条横沟了，但是现在这里面已经没有雨水了。好吧，我们就准备下山了。刚刚这位朱叔叔啊，他不愿意跟我们直接面对面的交流，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啊，有些人呢，他不愿意被世俗打扰，不愿意被陌生人打扰，他能够跟我们人聊天呐，都已经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荣幸了。因为你走到外面，很多人啊，他不愿意跟陌生人交流，因为现在虽然是和平盛世，但是每个人啊，都还是或多或少会小心的与陌生人交流的。当然了，有些时候像我们经常去山里面啊，看到了一些村民啊，尤其是一些原住民啊，也会有遇到很多热心的人。因为每个人不一样，主要是因为朱叔叔呢，他是要修仙得道，所以呢，他的想法呀，还有他的一些观念呐，都会与众不同。它这个竹子上面都还有这个一些攀岩植物挂在它上面。这里就是气生根了，缠绕在上面。好吧，我们就下山吧。正常这条路呢，应该是直通山顶，就是刚刚这位朱叔叔说的，这条路呢不好走，只是被登山爱好者还有驴友走得多了以后，这里就变成了一条路。正常情况下，我们是可以走到山顶上，因为山顶上啊还有接近100米左右的垂直距离，我们就不过去了，太远了。我们现在就下山了，小心啊！这个坡很陡的，我们现在就往回走了。这位朱爷爷生活在这个山顶之上啊，还是比较艰辛的。这么陡的一条路，下雨天、下雪天是肯定没办法走，非常的陡，而且两边呢还没有扶手的地方，全部是泥巴路，从这个轴子上面啊挖出的2条路。打扰你啦，
这个山上面不好走。今天爬的真的是太累了。好了，今天的视频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